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在这个物欲横流、追求消费的社会中，如何停止冲动的过度消费，是本书希望为我们提供的有效方法。今天我将解说《多巴胺中毒》这本书。这本书适合那些对食物、游戏、视频网站等过度沉迷，想要了解成瘾机制和治疗方法的人。当今社会物质充裕，生活丰富多彩，很多人被各种事物诱惑，甚至成瘾。人们成瘾的事物通常让人联想到药物和酒精，但现代人成瘾的原因并不仅限于此。游戏、社交媒体、短视频等给予我们多巴胺的东西，像毒品一样充斥着我们。作者称之为现代的毒品。在这个成瘾时代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？本书中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建议。就像往常一样，首先我会在这个视频的开始给出结论：摆脱成瘾需要有效的自我约束。彻底的诚实能彻底改变一个人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将按照自我约束和正直产生的效果进行解释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自我约束。在这一章中，我们将挑选出关于自我约束主题的3个要点，并进行解释。解释的内容包括物理自我约束、结合时间顺序的自我约束和分类的自我约束这3个要点。首先，物理自我约束。要摆脱成瘾，其中一种有效的方法是自我约束，即故意创造一个壁垒，使自己不那么容易冲动的过度消耗。是否能够自我约束，首先不是意志的问题。尽管个人的主观意识在自我约束中起到一定作用，但真正能够成功实施自我约束的关键在于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。成功的自我约束需要在冲动来临时，或在欲望爆发时，我们几乎不能做出选择。试着在自己和自己沉迷的事物之间建立具体的壁垒，就可以在欲望和行动之间暂时停顿，能够意识到自己不再具有自发性的控制能力。在这种认知下，我们可以在强烈的欲望和采取行动之间暂时停顿，就像按下了一个暂停按钮一样，从而有机会更好地进行自我约束。这种自我约束在现代是必不可少的。那么，让我们聊一聊物理自我约束的策略。本书使用了一个有趣的希腊神话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概念。在荷马的《奥德赛》中，奥德修斯在成功赢得特洛伊战争后，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。他来到了升吉塔岛，这里有一种名为塞人的生物，上半身是女性，下半身是鸟。这些塞人以迷人的歌声吸引船员，诱导他们驶向附近岛屿，最终导致不幸的结局发生。要安全通过塞人的诱惑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不听他们的歌声。于是，奥德修斯命令船员们塞进耳朵里蜜蜡，而他自己则绑在桅杆上，确保自己听不到那些诱人的歌声。即便他请求解开或试图挣脱，他也坚决地嘱咐手下把他重新绑紧。正如这个著名的希腊神话所揭示的，自我约束的一种形式，是通过在自己和自己沉迷的事物之间建立物理上的障碍，以防止靠近。实际上，书中的一位患者曾经采用了类似的方法，比如，他拔掉电视的插头，并把它放在衣柜里，把游戏手柄扔掉，只使用现金而不使用信用卡。通过在物理上远离这些诱惑，这位患者成功地巧妙实施了自我约束的策略。这个例子生动地展示了如何通过实际的行动来抵御诱惑，为自己设立屏障，以更好地掌控自己。接下来我们聊聊时间序列的自我约束。设定时间限制和目标，通过在特定时间段内限制使用，我们可以缩小这个范围，减少使用量。比如说，你可以对自己说，只有在周末可以使用，或者只有在周五之前可以使用，而在下午5点之前是禁止的等等。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基于时间本身进行自我限制，还可以通过类似里程碑那样的成就来设定目标。比如说，等到生日时再使用，或者工作结束后可以打一场酣畅淋漓的游戏，又或是在获得学位、升职、减肥成功这种达到了设定的目标后，将喜欢的东西作为奖励来勉励自己。神经科学家 Ahmed 和 George Kolb 指出，每天6小时无限制接触可卡因的老鼠会逐渐增加按下杠杆的次数，有时甚至会一直按，直到身体感到疲惫不堪，甚至可能导致死亡。而一天只有1小时可以接触可卡因的老鼠会保持一定量的使用，不会像在前面所提到的老鼠那样不断按下杠杆。研究表明，通过缩短摄取的时间范围，
我们能够限制使用量，避免冲动行为升级。接下来是分类的自我约束，这种策略通过将多巴胺分为不同类型来限制摄取量，通过明确这种类型可以用，而那种类型不行的方式，我们不仅可以避免过度沉迷，还能防止欲望的诱导。这对于那些无法完全避免的事物，比如食物、性、智能手机等，特别有效。作者提到的一位患者 Mitch 曾是赌博成瘾，40岁时已在赌博中失去了100万美元。参加赌徒匿名互助会对他的康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互助会的参与中，他学到了不仅要避免赌博，还有其他事物。让我们来说说体育迷 Dawson 的故事。他喜欢在电视上观看体育比赛，读报纸上的体育栏目，还通过互联网搜索体育相关网站，以及收听体育广播等。但问题是，他也沉迷于赌博。为了避免再次陷入体育赌博的风险， Dawson 采取了一些聪明的方法。他不仅给自己所沉迷的领域中的所有赌场打电话，请求将自己加入黑名单，通过在整个体育类别中对自己进行约束，成功地减少了风险。总的来说，在这一章节中，我们学到了3个关于自我限制的主题：物理性自我约束、时间序列性自我约束和分类性自我约束。2. 正直的效果。这一章中，我们将探讨2个关于正直产生的效果的观点。首先是人类天生就会撒谎，无论在宗教、伦理规范中，还是在书中的患者中，诚实正直都被认为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特征。然而，说实话，每个人都会说谎。孩子大约在2岁左右开始说谎，而且越聪明的孩子越容易说谎。在3岁到14岁之间，儿童的说谎趋势逐渐减少，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逐渐意识到说谎可能会伤害他人。但成年后，由于能力和记忆力的增强，人们更容易说出对社会有害的谎言，而且更加狡猾。一般来说，成年人据说每天说谎 0.59 到 1.56次。说谎似乎是人类语言发展的一个副产品。随着交流方式的发展，高度的合作变得可能。在当今充斥着各种竞争和攀比的资源情况下，说谎就具有了优势。接下来是正直产生的效果的第2点。有一位患者 Maria 参加了匿名戒酒者互助团体。这个团体是一个自助团体，由希望解决饮酒问题的人组成。Maria 告诉作者，坦白是康复的基础。他小时候学到的教训是相反的，因为他的母亲经常酗酒，有时一直喝到不省人事。尽管 Maria 同情他，他仍然会喝醉后驾车。而 Maria 自己在20多岁时也陷入了酒精成瘾的情况。现在，坦诚在他的新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这个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告诉我们坦诚不公地说真话可以对精神和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。当我下班回家的时候，发现马里奥订的亚马逊包裹已经送到了。这个马里奥是他好朋友玛利亚的弟弟，他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。虽然这个包裹不是寄给他的，但还是忍不住想打开看看。虽然心里明白不应该这么做，因为之前有一次就因为这样被狠狠训斥过，但他还是找到了一个之前用过的借口，觉得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就是一个借口。他说他搞混了弟弟和自己的名字，因为玛利亚小姐和马里奥先生的名字有点相似。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信封，然后又重新封好，放在一旁和其他信一起。几个小时后，马里奥回家了，结果玛利亚女士立即遭到责备。她声称自己没有打开，即使被问了2次，她还是说了2次谎。马里奥坚持认为看起来已经打开了，于是玛利亚女士也执意否认。于是，马里奥生气地拿着信和包裹走进了自己的房间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玛利亚女士说，那天晚上她几乎没睡着。第2天早上，当马里奥在厨房吃早餐时，玛利亚女士走了进去。是的，马里奥，我打开了那个包裹，我知道那是你的，我故意打开了。之后，我假装没有打开过，然后撒了谎。对不起，请原谅。作者问玛利亚女士，为什么在你康复的过程中，诚实对你来说是那么的重要？能告诉我吗？玛利亚女士回答说，在我酗酒的时候，我根本无法承认现实。那时的我对一切都说谎，从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实际上，我撒了很多谎，
有一半甚至毫无意义。小时候，为了掩盖母亲的酗酒和父亲的不在而开始说谎，养成了说谎的习惯。最初的谎言是为了掩盖他自己的瘾，但后来变成了为了掩饰说过的谎话而撒更多的谎。事实上，我们都养成了说谎的习惯，经常在不自觉中说些小谎。因为谎言通常微不足道，所以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在说谎。说真话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误以为自己在说谎，甚至在明知自己在说谎的情况下，也可能觉得没什么问题。玛利亚女士分享了她的经历：有一天，我明知会惹恼马里奥，但当我说出真相时，我感觉内心的某些东西真的发生了变化。我决定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更好方式来生活。我对那些充斥在内心深处的谎言感到厌倦，这些谎言让我感到罪恶和恐惧。说谎让人感到罪恶和害怕被别人发现，对吧？当我意识到只要说真话就不用担心任何事情时，我感到自由了。他发现说真话让他感到自由，对于弟弟包裹的真相的坦白成为更亲密关系的基础。回到自己的房间后，他说那真是一种美好的感觉。在彻底的诚实中，我们找到了摆脱坏习惯、重获自由的钥匙。这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康复，更是为了在复杂的奖赏体系中找到生态平衡。通过真实的面对自己的行为，我们首先激发了对内在声音的自我觉察，这是通向改变的第一步。其次，诚实有助于我们建立更加亲密的人际关系，因为只有在坦诚相待时，我们才能建立真正的连接。最后，诚实具有传染性，它可以成为预防未来成瘾问题的有效方法，为自己和他人铺平道路。正如作者所说，这就是说真话的力量，一种渗透生活的力量，让我们走向更加健康和有意义的人生。如果本次分享的知识对您的生活有任何帮助，我们将感到非常欣慰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